凯特，你上个礼拜讲保护指数，那对减肥来讲很重要，但我知道还有一种指数也很重要。你是说升糖指数 GI 哦？对啊，我听说还有低 GI 减肥法呢。没错，是有人利用低 GI 减肥，效果还挺不错的呢。那你今天就来说说低 GI 减肥法好了，我现在正需要。在说明什么是低 GI 减肥法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什么是升糖指数。升糖指的就是升血糖，血糖浓度是指我们吃东西过后，食物经过消化吸收成糖类营养素，分解到最后不能再分解，剩下以葡萄糖为主的单糖进入血液中，其中葡萄糖在血液中的浓度称为血糖浓度。这个浓度可以通知大脑下视丘我们的饱腹程度，更可以通知胰脏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，将血中的葡萄糖送进肌肉或肝脏作为能量储存起来，同时也让胰岛素通知细胞抓取脂肪合成脂肪。而升糖指数 GI 就是衡量不同食物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对血糖浓度影响的指标，跟饱腹指数用吐司作为参考依据一样，升糖指数也有参考标准，那就是葡萄糖。葡萄糖的 GI 值被设定为100，特定食物跟葡萄糖的 GI 值相比较后， GI 值越高，表示特定食物在食用后所引起的血糖上升速度越快，反之 GI 值越低，食物对血糖浓度的影响就越小。GI 值的计算方法通常是受试者在食用含有碳水化合物50克的特定食物以后，再去测量受试者在2个小时内血糖反应的曲线面积，然后跟葡萄糖血糖反应曲线面积进行比较，最后得到百分比就是特定食物的 GI 值。当食物的 GI 值越高，这表示食物所含的糖类越容易被消化吸收，能够将葡萄糖迅速释放到血液当中，这会导致血糖快速上升，而刺激胰岛素激增。胰岛素激增后，快速将葡萄糖送进细胞，就能够让血糖快速下降。血糖下降到一定的浓度，就会通知在下视丘的饥饿中枢，因而很快造成饥饿感。同时在胰岛素激增的时候，也会促使脂肪大量合成，这都对减肥非常不利。另外，血糖快速波动还会对血管造成种种不同的压力，因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。不过最需要小心忌口的还是糖尿病患者，他们要很小心掌握分量，甚至避免吃到高 GI 食物。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念疾病营养学的时候，糖尿病饮食可是一大主题，低 GI 饮食就是重点之一。没错，这我们在糖尿病那集说过，糖尿病患者主要是因为胰岛素阻抗或胰岛素不足或缺乏的关系，造成身体血糖调控能力不足，所以他们如果吃高 GI 食物过量，就可能会导致血糖飙升，但血糖飙升后又因为胰岛素反应迟缓或是不足还是缺乏，无法有效降低血糖，就容易造成血糖失控，让血液中的糖分浓度太高，而高血糖会对血管和组织造成损伤，增加各种并发症的风险，这真是不能不小心啊。对啊，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下，一般人吃低 GI 饮食，即便不是为了减肥，但因为胰岛素的分泌减少，就会使肝脏合成脂肪的机会减少，这就可以导致你在讲胆固醇跟脂肪那一边所提到的，肝脏会减少 VLDL 的合成，以至于减少 LDL， 也就是坏的胆固醇的量。还有低 GI 食物膳食纤维含量通常比较高，膳食纤维一提高，就会提高 HDL， 也就是好的胆固醇的量呢。对啊，膳食纤维会影响胆固醇这部分，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做更深入的探讨。现在我要讲的是，我们在看 GI 值的时候要注意到一点，当我们上网查询特定食物的 GI 值时，往往会发现不同网站查到的 GI 值未必相同，那是因为食物的品种、加工或烹饪方式，还有食物的成熟程度，或跟其他食物搭配，以及受试者的体质及测量时间都会影响食物的 GI 值哦。而我们这影片的 GI 值是依据澳洲雪梨大学 GI 值资料库查询的，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哪些是高 GI 食物，哪些又是低 GI 食物。一般来说，高 GI 食物是指 GI 值大于或等于70的食物，像白饭75，稀饭88，吐司面包74，面条77，西瓜72，哈密瓜70，洋芋片72，冰淇淋81这些。而低 GI 食物是指 GI 值小于或等于55的食物，像地瓜44，燕麦片55，意大利面48，黑麦面包50，樱桃25，奇异果47，芭乐49，这些。而介于70和55中间的食物就称为中 GI 食物，像汉堡62，凤梨66，可颂67，海绵蛋糕66这些。
而依据澳洲雪梨大学2002年提出的一篇国际升糖指数与升糖指数负荷表中所提到的，蛋白质和叶菜类食物所含的碳水化合物非常少或几乎没有，所以要受试者吃到含有50克或25克糖类这类的食物非常困难。因此这类食物没办法测出 GI 值，但因为含量非常少，所以就算测出来 GI 值，数值也一定非常低，当然也就是比较可以不需要顾忌的范围了。对啊，如果碳水化合物含量少，当然就是低 GI 的食物了，这很好理解。所以从我们上面看到各种食物的 GI 值来说，除了糖尿病患者需要营养师指导饮食以外，我们一般人维持身材或减肥可以上网查询，也可以依据以下我所讲的原则来判断食物的 GI 值。首先当然就是不含精制糖或是糖类含量低的食物就是低升糖的食物，既然所含糖类食物少，当然就不容易造成血糖波动，我们就可以放心吃，也可以放在较高升糖食物之前摄取，这样同样可以延缓血糖上升速度，像是蛋白质或叶菜类之类的食物。再来是食物的膳食纤维含量，膳食纤维可以延缓糖类的消化吸收，所以膳食纤维含量高的食物升糖指数通常比较低，像水果里面膳食纤维比较低的西瓜和哈密瓜，每100克膳食纤维都不超过 0.5 克，就是属于高升糖的水果。而凤梨膳食纤维每100克只有 1.1 克，也是膳食纤维比较低的，所以是中升糖的水果。而膳食纤维比较高的奇异果每100克达到 2.7 克，跟芭乐每100克达到5克的膳食纤维就是属于低升糖的水果。其次，食物的精致程度也会影响 GI 值，因为越精致化的食物通常都降低了膳食纤维，导致加快了消化吸收的速度。例如白米的 GI 值是75，糙米因为未精致化 GI 值就只有66。再来是食物的成熟度也会造成 GI 值的不同，像香蕉，未成熟的香蕉 GI 值是31，属于低 GI 水果，当等到成熟变好吃的时候 GI 值就会升到70，就是高 GI 水果。而食物的处理程度也会影响食物的升糖指数，这是因为加工程度中会破坏食物的结构，使食物变得更容易消化吸收，比如磨成泥、打成果汁，都会造成升糖指数升高，例如马铃薯泥、果汁等。还有食物的糊化程度也会导致升糖指数升高，像白饭的 GI 值是75，煮成稀饭就提高到88，这是因为白饭在煮成稀饭的过程中，淀粉颗粒吸收了水分，发生糊化，结构变得松散，更容易被消化酶分解，因此变得更好消化吸收，升糖指数也就大幅提高了。那如果掌握了低 GI 食物的原理，我们又该怎么减肥呢？那就很简单咯，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的低 GI 主食，例如燕麦、地瓜这些，取代高 GI 主食，像白饭、面条这些。记住，取代的时候要以同等热量取代，更不要以为低 GI 就可以狂吃，因为人体的减肥原理还是要控制热量为主，如果热量超过了，依然会囤积起来。再来是提高糖类含量极低的蔬菜和蛋白质食物的摄取比例，像211餐盘的比例就很好，也很好记，也就是在一盘餐盘当中，蔬菜占餐盘的1/2，蛋白质占1/4，低 GI 主食占1/4，并记住用餐的顺序，在食用这些低 GI 主食之前，先把这些含糖量极低的食物，也就是蔬菜和蛋白质吃掉，就能够维持血糖平稳，因而减少胰岛素的分泌，进而减少脂肪的合成哦。此外，尽量不要吃高度加工的食品，例如果汁、薯片、冰淇淋等高 GI 的食物。而有些低 GI 的高果糖饮料，虽然 GI 值不高，却富含果糖，更容易促使脂肪累积，也要注意。另外，油炸的东西往往因为油脂的参与，造成 GI 值下降，却不要忘记了，油脂随着碳水化合物摄取，在胰岛素的帮助下，同样会增加细胞抓取脂肪的机会，一样会造成脂肪的囤积哦。此外，就是在烹饪这些低 GI 食物的时候，尽量不要过度烹调，能够连皮吃的就连皮吃，不需要切块的就不要切块，更不要去捣碎成泥，这样都可以尽量维持食物的低 GI 值。最后，水果当然就要挑选富含膳食纤维的，像柳橙、苹果、芭乐这一类低 GI 水果，才能够尽量降低血糖波动，帮助减肥哦。而如果一定要吃中 GI 或高 GI 食物，就最好在运动结束后30分钟内吃，这时候胰岛素比较敏感，肌肉细胞可以迅速得到葡萄糖的补充，因此高 GI 食物可以及时补充运动后肌肉所消耗的肝糖，加速肌肉修复的速度呢。你的意思是，我要吃碗白饭，还
还要先去运动半天哦。